好本事！师弟，不要伤他性命。啊！姓袁的，你敢前来，想必已经想好怎么对付我们的五行阵了。晚辈不才，也只能说斗胆一试。哼哼，摆阵！雪姨，雪姨，你终于来了。娘，云大哥，小子，最后好了，我就再用这只玉簪子，向五位老爷子领教几招。
我小叔叔，那簪子可是玉做的，恐怕连只甲壳虫都戳不破。哎，啊，别说了，变阵。相斗，进攻者全力攻击对方，己方必有大量弱点不加防御，只需攻势凌厉，敌人忙于自守，无暇反击，己方弱点便不守而守。所谓相生相克，便是这个道理。哦，你师叔现在全不动弹，那便是周身无一不备，无老一时倒是无法可施啊！哈哈哈哈哈！可是橙汁哥哥这样做也太冒险了吧？胆大还得心细，就看你师叔接下来怎么应付了。哎呦，好！哎，橙汁哥哥的武功怎么这么奇怪呀？这也是华山派的武功吗？我也不知道。他这家宝号啊，货色繁多，五花八门，看来不是我们华山派一家进的货。他进货的路子呀，可广得很呐！哈哈哈哈哈哈！哎呦！师弟，出来！爷，赢了，赢了！小慧妹妹，拿，这个还给你。这怎么可能呢？你真的是完好无缺呀！文老大，现在你还怎么说？好，算我们栽了，金子还给你，爽快！果然狠心，连自家的闺女也不顾了。来吧！杀！哎呦！
上！快追！快追！就此罢手吧。好啊，今天杀了你们3个，我就罢手。死到临头了，你还嘴硬？爹！阿姨，不要怕，带我料理了这狗贼。爹！嘿！你没事吧？爹，没事。不要杀害我爹爹！求你放了他吧！趁我还没有后悔，滚！爹，你为什么不走？追！
无耻小人，别以为下毒就抓得了我！锦蛇郎君，单打独斗，我们不是你的对手。不过醉仙蜜加上我们的五行阵，任你是大罗神仙也插翅难逃。快摆五行阵！雪姨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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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答应过你的，要和你永远在一起，我不后悔。雪姨。好不知羞，这么大个人了，追着几个小孩子打，胆敢阻拦锦衣卫办案，不想送死就快快闪开！哼，别拿锦衣卫吓唬我，要我闪开，得问问我这鼠标答不答应。毒！退下！呀！吼！哟！呀！吼！快走！快走！走！追！快走啊！袁大哥，我没事。何教主，在下跟你往日无冤，近日无仇，何以如此苦苦相逼？你不放我们走，莫怪在下无礼。袁
大哥，我帮你。岳大哥，进攻他脚！岳大哥，有毒，快走！金帝，金帝，没事吧？没事。嗨！金帝，怎么样？没事。走。留在此地，等着我。哦。闪开！齐心见阵！天阵！啊！嘿，小心，有毒！有李师兄，
我师父他到底在哪里？是生是死？快说！哼！你笑什么笑？哼！你还笑？我杀了你！呀！小心！父皇已经被逆贼围困，我们赶快过去吧。明白。大胆，竟敢擅闯皇宫！我是公主，谁敢拦我？公主，父皇，你来干什么？还不出去！王爷，怎么办？父皇，出去！不，闯兵已破潼关，太原、宁武关也危在旦夕，指日可达京师。你这时候还不借兵灭闯，是何居心？你非要把大明的江山双手奉送给李闯，是不是啊？惠王爷，你竟敢对皇上如此无礼！无礼！朕无德无能，以致天下大乱。闯兵犯京固然轻负社稷，借兵满人也势必危害国家。朕一死以谢国人原不足惜，只可惜祖宗的江山基业就此要拱手让人了。父皇，那你就立刻下诏，禅位让贤吧。你想弑君篡位吗？袁公子，袁公子，杀父仇人就在眼前，此时联手，我们以前的协议依然作数。你怎么也来了？是想落井下石吗？袁大哥，此人虽是我杀父的大仇人，但却拒绝卖国求荣，咱们先公后私。魏王爷，你得罪了。给我杀！是。哎呀！哎呀！动手吧！这样。保护公主！保护皇上！没事吧？没事。给你。齐全清源的。是。哎呀！
金蛇宝剑。我们以多攻少，对不住了。帮我挡住他们。什么？教主，我来了。夏姑娘已被我救走，你没有筹码了。何教主，与我切成武林士敌是友，你自己决定。好，我想见识见识金蛇秘籍。一言为定。哎呦！哎呀！我的眼睛，大哥！五弟，老五，大哥，五弟，我呀！给我报仇！何天小我跟你没完！大哥，天上你个贱人，我要杀了你！走！两大护法，住手！哎，走。安剑清，过来帮我！哟，我还真没想到，小猴子和昏君竟然同流合污了。这话人人说得，就你说不得。狗贼！
快给我拿下！全都拿下！上！在捉拿反贼！全部给我拿下！捉拿反贼！哎，别动！别动！皇上，库银被盗乃惠王主谋，奴才现已查证属实。曹公公救驾有功，将这些逆贼都给朕拖出去。是，将这些大胆逆贼全都拉出去砍了！别动！走！我告诉你，走！安大人，安大人，你怎么样？安大人，小子，你小时候我就抓你，今天终于把你抓到了。这也算是我们的缘分吧。启禀皇上，反贼已被我等击退。安建清，你这次护驾有功，朕。爱卿，你伤势如何？你还有何未了的心愿吗？皇上，微臣效忠大明，别无所求，只求皇上赦免我妻儿负逆之罪。负逆？李自成，我妻儿被李自成蒙蔽，背叛朝廷，求皇上赦他们无罪。朕赦他的罪，其实他未必会赦朕的罪。我知道安大娘在哪里，我带你去见她吧。多谢。安大人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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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来人，快抬下去救朕！是。你没事吧？阿九，朕是谁啊？功劳不小嘛。怎么说朕是他的杀父仇人呢？不管他有什么冤情，朕必有重赏。还不谢恩？去。你叫什么名字？嗯？我姓袁，名承志，故兵部尚书、蓟辽都师，袁崇焕之子。什么？先父有功于国，却被皇上处死。教主，手下留情！他已经中毒了，兄弟们，杀了他！何教主，是我。走。明二爷，上次您派来的14位道爷，那可真是帮了大忙了。盟主特地吩咐让我感谢明二爷仗义相助啊！哎呦，快别这么说，要说报恩呐，我们仙都派欠袁盟主的这辈子
都还不清啊！哎呀，猗二爷您过谦了，过谦了。来人呐！快来人呐！快来人！何教主，何教主！袁大哥，盟主，你抱着他干什么呀？别问那么多了，拿冰柴救他。罗汉大哥，帮我！好嘞。何铁手，盟主，你怎么把他给抱回来了？袁盟主，你这是？昨夜他在宫中助我退敌，因此与帮众决裂了，还被他的帮众所伤。等他醒来，我们再问他黄木道长的消息，也为时不晚。猗二爷，何教主，好些了吗？袁公子，我要死了，我以后托生个小女孩再来拜你为师。你别想了，我大哥绝对不会收你的。夏姑娘，我劝你一句，你管得住人，管不住心。你也别太为难袁公子了，当心管得他离你越来越远。国呀，成国呀！好一个王承义，好一个杜勋，这就是朕所信任的内臣、重臣呐！难道就没有人再为朕殉难了吗？巡抚朱之冯率众抵抗，无奈部下士兵倒戈，朱之冯拔刀自刎。这个怎么办呀？哎呀，手下人那不是投降就是战死。当年成吉思汗西征花剌子模，花剌子模国王有一个习惯，信使带来好消息，他有赏；信使带来坏消息，他就把信使杀了。他以为这样坏消息就没了。天下间竟然会有如此掩耳盗铃的君王。朕非亡国之君，为何事事皆为亡国之相？为什么？为什么？你们都说话，说话，都说话呀！怎么都不说话了？啊，说呀！启奏皇上，闯军既已破宣州，短则5日，长则半月左右，即可抵达京郊，还望皇上早日定夺呀！还望皇上早日定夺。你说，为什么朕亲自派去的监军太监，居然会带头降敌？父皇相信的那些太监，未必是真心为国之人。就像曹化纯。曹化纯怎么了？此人阴险狡诈，居心叵测，父皇不可轻信此人。胡说！惠王叛乱的时候，还多亏曹化纯冒死相救。他不是忠臣，谁是忠臣啊？父皇不知，他们本是一丘之貉。曹化纯是看见事情败露，所以才杀了惠王的。这件事情你又是怎么知道的？此事原委，袁承志知道得一清二楚。又是那个袁承志，以后不要在朕面前提这个人的名字。
可是袁大哥他……我叫你住口！娇儿，晚一之，民为朕赤子，不得而怀抱之，昨令陕西、河南化成废墟，将处兴会。罪非朕功，谁人其责？所以市民离风笛到水火，血流成河，尸骸堆成山者，皆朕之过也。市民家父多无义之争，欲之有称代之苦，又朕之过也。攻城！来人，人呢？怎么一个人都没有啊？啊！皇上，他们都各自逃命去了。站住！皇上，奴才该死！请问你们，大营兵安在？项成伯、李国珍安在？回皇上话，李国珍早已逃命去了，大营兵也已散了，请皇上及早避祸吧。走走走！站住！站住！参见公公。我乃司礼监太监曹化纯，奉皇上之命督战张义门，众将士听旨。在。打开张义门，放闯军入城。兄弟们，随我进城！冲啊！驾！杀！杀！他们定是不知道朕在这儿，敲钟召众臣见驾。皇上，皇上！快点！不要了，不要！快点啊！快点，快跑吧！快走！皇上，皇上，来！皇上，皇上，皇上！可吕西先生随手一击，便打得崔希敏当场单膝跪地。不敢当，
何必多礼呢？袁承志站在一旁，眼瞅着师弟被人一招撂倒，便缓步走上前来。他也不多话，直接施展出刚才那套华山腿法，一腿朝吕七扫去。吕七故技重施，烟杆朝袁承志小腿穴位点去，岂料却被袁承志轻松躲过。还没等他反应过来，袁承志身形一晃，金蛇游身法施展开来，整个人跟条蛇似的从他身边滑了过去。只见他双手一探，那3根金条眨眼间就被他尽数取走。袁承志退后2步，掂了掂手里的金条，笑着开了口：“好了，吕七先生，这些金子可是我的了。”吕七气得脸色铁青，眼珠子都快瞪出来了。他攥紧烟杆，运起内力，那硕大的烟嘴就跟个风箱似的，把周围的烟气一股脑全吸了进去，越聚越浓，越聚越沉。他猛然转身，一口白烟呼的一下激射而出，直奔袁承志面门。吕七见被轻松化解，当即再次一口火焰喷出。袁承志见状，连忙施展混元功，那火焰裹着内力，看着来势汹汹，可到了他跟前，力道就被一层层卸去。他反手一掌，以掌风推动那火焰原路折返，直击吕七。这一下可好，那恐怖的火焰蔓延开来，瞬间把吕七整个人吞没。吕七惨叫一声，连滚带爬，狼狈不堪，头发烧焦了。这是温青青第一次见到自己的父亲金蛇郎君，说起来也挺心酸的。他活了这么大，还是头一回跟爹打照面。夏青青跪在坟前，眼眶红红的，却始终没掉一滴泪。袁承志陪着他把温姨的骨灰小心翼翼地埋在夏雪姨旁边。2个人生前没能好好待在一起，死后总算能做个伴了。袁承志走到石壁跟前，伸手把那柄金蛇剑拔了出来。他转身走到温青青跟前，把剑递过去：“这把剑该是你的。”温青青看了一眼那剑，摇了摇头，没伸手接。只有你才能配得上他。这是你爹的遗物，还是你带着吧？你不是答应过我娘要照顾我的吗？要说这袁承志如今可是真正的满级大佬了，手里头握着金蛇剑，身边还有温青青陪着，要剑有剑，要人有人，走到哪儿都让人羡慕。处理完金蛇郎君的后事，2人便动身前往南京城。此行的目的是想找建文帝留下的那批宝藏。一路奔波到了南京，已是傍晚时分。温青青提议去秦淮河畔逛逛，袁承志也没推辞。2人找了家临河的酒馆，要了几个小菜，一边吃一边听河上飘来的曲子，那曲调悠扬婉转。温老大听后还以为袁承志耍起来无赖，当即表示练功房的各种武器你随便挑选。让众人没想到的是，袁承志看都没看那些兵器一眼，他径直走到安小慧身边，表示借他头上的玉簪用用。安小慧先是愣了一下，随后伸手把簪子拔了下来，递到他手里。温家几人一看，当时就愣住了。这玉簪又细又脆，一碰就碎，怎么能当武器使？他们面面相觑，脸上满是嘲讽之意，心想这小子怕不是疯了吧？袁承志也不理会，把玉簪往手里一攥，打了个哈欠，竟当着众人的面侧卧在地上。温家五老却瞬间警觉起来，一个个绷紧了脸，将他团团围住，谁也不敢轻举妄动，生怕中了什么圈套。你说这是怎么了？小叔叔奇怪吧？这几个老头也奇怪。要是都这么客气的话，我看干脆别打了。你师叔现在用的法子是后发制人。5人见袁承志故弄玄虚，当即把手中的盾牌掷了出去。盾牌从4面8方呼啸而来，把能跑的路全封死了。袁承志身子一晃，金蛇身法施展开来，在地上左躲右闪，几十个回合下来，愣是一下没挨着。温方悟低头一看，手里的盾牌不知什么时候没了，抬头找了一圈，见袁承志躺在地上，顿时乐开了花，大笑着走上前去。没成想他刚凑近，袁承志猛地从地上弹起来，手里的玉簪直刺过来。摆阵！这将是袁承志与温家五老的终极一战。温家五老随即摆开五行阵，严阵以待，而反观袁承志却是满脸不屑。温老大见他这般模样，心里头那点火气噌的就上来了。他一挥手，率先出手朝袁承志攻了过去，又快又狠。这5个人在这阵法上经营了数十年，配合的那叫一个天衣无缝。一时间，就连满级大佬袁承志也被这阵法困得有些手忙脚乱。袁承志不敢硬扛，当即施展金蛇身法，在人群中游走穿梭。温家五老对视一眼，心知这小子不好对付。他们同时从背后摘下盾牌，运足内力齐齐掷了出去。袁承志见状一跃而起，紧接着俯身而下，一剑一个，把那几面盾牌击飞出去。4人飞身接住盾牌，一拥而上，竟生生把袁承志困在了半空中。温老大趁他手脚受限，把手中的盾牌也狠狠掷了出去。袁承志退无可退，只能挥剑应挡，没想到手里的宝剑被生生斩断了。温老大站在对面，嘴角露出得意的笑。让你跪下，来发个誓，昨天发生的事情一字也不说出去，再把金蛇郎君葬身之地告诉我们，我们就放你一条生路。你以为我当真破不了你的五行阵？我只是现在没有趁手的兵器。眼前这个叼着大烟斗、慢悠悠吞云吐雾的老头，便是江湖上赫赫有名江东第2高手吕七先生。话说那游龙帮的荣彩前些日子在袁承志手里吃了大亏，便搬来了这位吕七先生给自己撑腰壮胆，要求温家分黄金1半给他。按江湖规矩，
见一面，分一半。话音未落，一道身影从外头飞身而来，稳稳落在场中。来人拱了拱手，笑呵呵地说道：“大老板，什么字号啊？想必是生意兴隆，通四海，这财源茂盛啊，打三江啊！”温家众人定睛一看，脸色当时就变了。来人不是别人，正是华山掌门的大弟子黄真。华山的名头早已是名震武林，谁敢不给几分薄面？可那吕七先生不但丝毫不惧，反而冷笑一声：“无论你用什么办法，只要能动我脚下3根金条，所有黄金奉还。”这可是你说的，你可千万不要后悔呀！黄真的小徒弟崔希民哪受得了这般羞辱？他当即运起浑身内力，一腿直踢而下，一直点在他穴道上。温方悟身子一僵，当场动弹不得。袁承志顺势往下一矮，金蛇游身法贴着地面滑过去，顺手又点了温老二的穴道，眨眼功夫就制住了2人。剩下那3人阵型一散，再没什么威胁。论单打独斗，他们跟袁承志差着好几个档次。没几个回合，又有2人被点了穴，愣在原地。算我们栽了，金子还给你。温老大心里再不情愿，可那4个弟弟身上点穴的手法是华山派的独门功夫，解不开就得一直僵在那，他只好归还黄金。前辈，穴道被点右中飞刀，导致经络断损，以后万不可再与人动手。不过这样也好啊，从今天开始，你就可以修心养性，颐养天年了，也算是因祸得福啊。袁承志给那4人解开穴道之后，温青青悄悄凑过来，压低声音表示夜里来后花园一趟，而这次请袁承志来，就是想看看上次被温家吴老打断没来得及看的金蛇郎君遗物。温怡捧着那张图，看着上头那熟悉的字迹，他心里头反倒踏实了，再也没有什么可牵挂的了。他抬起头，有释然，有决绝，也有说不清道不明的苦涩。他握着金蛇锥，猛然抬手朝自己小腹刺去。袁承志和温青青大惊失色，一个箭步扑了过去，把我和雪姨葬在一起，这样我们就永远都不会分开。我只有这一个女儿，她是我世上唯一的亲人。我把青青托付给你了，你一定要照顾好她。那副狼狈模样跟刚才的嚣张劲儿简直判若2人。阿九见状也不多留，转身飞回小船上。袁承志站在岸边，心里头暗暗称奇，心想这女子年纪轻轻，武功却如此了得，不知是哪家高人的弟子。袁承志和温青青在回去的路上边走边聊，琢磨着那神秘女子的身份。温青青撅着嘴，语气里带着几分醋意，看她那身打扮不像寻常人家的姑娘。袁承志点点头，正要说些什么，突然前头传来一阵嘈杂声。2人抬头一看，好家伙，那马公子不知悔改，竟带着一帮人堵在前头。他脸上还青一块紫一块的，可那股子嚣张劲一点没减。还是跟我恢复吧，咱们好好乐呵乐。好啊，不过我有样东西忘记拿了，不如你陪我回去吧。温青青见他这副不知死活的模样，心里头那点火气噌的就上来了。他也不多话，转身就往前头走，把那马公子引到了一处僻静无人的巷子里。等到了巷子深处，温青青停下脚步，慢慢拔出腰间的宝剑。他回头看了袁承志一眼，剑光一闪，快得让人看不清。待袁承志再回头看去，那马公子已经捂住喉咙，鲜血从指缝里喷涌而出。一旁跟着的下人吓得魂飞魄散，转身就要跑，可还没迈出2步，温青青已经追了上来，一剑刺出。那人惨叫一声，也倒在了血泊之中。衣裳也破了洞，哪还有半点高手的样子？众人见他这副模样，一个个捂着嘴偷笑，眼里满是嘲讽。黄真站在一旁捋着胡须，笑呵呵地开了口：“刚才吕七先生可说了，只要能动3根金条，所有黄金奉还。兄弟，这里谢过了啊！”岂料就在几人以为可以顺利拿走黄金的时候，一旁的温家武老见吕七跑了，他们一个个又舔着老脸，又开始耍赖皮。拿金子可以，但要先破了我们的5行阵。要说温家这5行阵，袁承志早就听说过他的名头。这阵法不但名震江东，就连金蛇郎君那等高手，当年都被困在里头，差点脱不了身。可闯王的军饷，那也不是闹着玩的，关系到多少人的性命。正在他焦头烂额的时候，一条小青蛇不知从哪儿溜了进来，在地上游来游去。崔希民眼尖，抄起家伙就要把他打死，却被一旁的黄真给拦住了。黄真指着那条蛇，慢悠悠地说道：“青蛇打拳昂首，便是等你先行动手进攻，一旦露出空当，青蛇便会趁虚而入，从你的破绽中反击。”袁承志盯着那条小青蛇，脑子里突然灵光一闪，他猛地一拍大腿，顿时幡然醒悟，一下子就想起了《金蛇秘籍》里记载的破阵之法，那上头写的明明白白，攻其不备，一招致命而后发制人。听的人心里头舒坦。温青青偷偷瞄了袁承志一眼，见他正听得入神，心里头暗暗欢喜。就在这时，一艘小船从远处缓缓驶来，船头坐着个女子，一身素衣，低头抚琴。那琴声如泣如诉，一下子就把袁承志的魂给勾去了。他端着酒杯，眼睛直直地盯着那船上的女子。温青青顺着他的目光看过去，
去，脸上的笑意当时就淡了几分。河岸上也有不少人被琴声吸引，三三两两的驻足聆听。正听得入神呢，一个油头粉面的纨绔子弟端着酒杯凑了过来，他摇摇晃晃走到那女子跟前，嬉皮笑脸的要敬酒。这两位姑娘是我叫的，凭什么把她们带走？凭我。你谁啊？我是谁？告诉他，我们家马公子是凤阳总督马大人的亲侄子。马士英的侄子竟然如此下流无耻，他这凤阳总督是怎么当的？那马公子在秦淮河一带横行惯了，平日里哪有人敢跟他顶嘴？闻听此言，他脸上的笑容当时就僵住了，瞬间大怒，他一挥手，身后那几个如狼似虎的下人撸起袖子就要往船上跳。反观阿九却是不慌不忙，连眼皮都没抬一下，他脚尖一点，船板整个人轻飘飘飞身而起，那身法快得跟一阵风似的。就见他脚尖在那几个下人胸口一点，那几个大男人就跟下饺子似的全掉进了河里。阿九轻飘飘落到岸边，拍了拍裙摆上的灰尘。那马公子站在那儿，眼珠子瞪得溜圆，嘴巴张着，半天合不拢。功夫不错嘛，这不过人长得更标致啊！阿九正要出手教训这个不长眼的纨绔子弟，旁边突然窜出一批黑衣护卫，这帮人动作利落，二话不说冲上去就把那马公子摁在地上，结结实实揍了一顿，打得他哭爹喊娘，连连求饶。